老太太再吃些吧。算了。老太太还是惦记着明姑娘呢。她一个小孩子家的，原想她安安稳稳的嫁个中等人家，图个清闲和顺，偏偏落入顾家这个多事之地，真是。老太太，前听六姑娘和主君吵起来了。什么？四姑娘非要把林小娘的牌位安放至玉清观，六姑娘咬定不肯，主君正骂六姑娘呢。看看去。快走，快走！老太太且宽心，姑娘是稳重从容，是个能再三隐忍、多思多想的性子，绝不会至于为这点小事情和主君顶撞啊！你不知道她，这丫头什么都好，既不惹事也不怕事，可是只要提起林清霜，她就是要吃人。快走！四姐姐，你若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不以小娘的名声在我父亲面前装娇弱、扮委屈，你我之间本可以和和气气的。可是你非要将这层纱布扯破，往我嘴里塞，恶心我，就不要怪我下你的面子。岂有此理！不要以为你攀个朝廷新贵做夫婿，你就可以任意撒泼了。爹，当日我给我小娘做法事，只求您去法事场看一看。您嫌繁琐不肯去看，我小娘为什么会因为子大难产而死？为什么去看她的郎中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回来？林晴霜流水一样的补品送到他那里，到底是安的什么心？这些你有想过吗？你住口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啊！你瞧这些陈年旧事，你把它翻出来做什么？你这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呢？啊！是您逼我的。林晴霜纵女偷情，这才成了这门亲事。您当日恨得咬牙切齿，可如今这才过了多久，全忘了吗？胡说些什么？这都没有的事。怎么没？六姑娘，你要谨言慎行才是。你以为你现在有了夫家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就不敢教训你了是吗？啊！我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院长大人。娘子，我来接你回家，但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，又好像是时候。这正是时候呢。六姑爷，你用饭了没有？要不然先坐下来用个便饭。官人，饭也是没法吃了，咱们就回去吧。四姨姐的小娘背了人命，我觉得不宜再出现在玉清观里，更不适合再出现在盛家的族谱里。你又跑来胡说些什么？这怎么能行呢？这好歹也是为我们盛家添了男丁的，这怎么能从？岳长大人，我家娘子为了盛家的名声，为了他哥哥的功名，姐姐的清誉，一直隐忍。做人嘛，你疼疼别人，别人也疼疼你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反倒拿他的慈悲心肠来要挟他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况且，长风兄弟日后也是要科考的，若他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，只怕说出去也不好听吧。你们夫妇俩说是就是啊！闭嘴吧！走吧，不进去了。有人护着他了，我进去做什么？我把盛家这一头料理好了，
他自然什么都好。尝尝，这是秋桃的乳酪，新出的味道。小桃和丹菊都喜欢吃，我给他们留着吧。你呀，向来算得定，做得完。我从来没见过你今天这个样子。现在才发觉上当了。你温柔的样子我喜欢，你这么跋扈、女人撕破脸的样子我也喜欢，不对，更喜欢。现在想想，你从前算得定，是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你对你的母亲的爱，是最深的。我听着你为你母亲说的那些话，看着你为你母亲做的那些事儿，我自己想想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了。你为他做了他最想做的事儿。是啊，我为他争得了高明。不，你能平平安安长大，就是他最想做的事儿。说得对，其实我外祖父所求的，无非是我母亲的平安，而我母亲所求的，也是我平安长大。我想到临死前逼着我去老太的房里，也是同样的心愿。这么多年，我守着慎言，也是为了他心愿得遂。记得那日，你在扬州城的大街上跑着，跟我说你母亲快不行了。我看到你满手满脸的血，我就想起我的母亲也是因为生孩子丢了性命。有时候看着你，我就会看到我自己。所以你带我去医馆，替我去找郎中，还为我治林心霜，我心里我是感激你的。你以前都是叫阿娘的，为什么现在叫小娘？他不让我叫她阿娘，说是名分僭越。可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我母亲。小娘在临死前，逼着我改了称呼，说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在盛家活下去。把岳母的灵位搬到玉群观的正殿里去吧。你叫她岳母？她是你尊贵的母亲，我自然该叫她岳母。哦，什么都别怕，想叫阿娘就叫阿娘。如今刘妹妹攀上了顾侯，又得了诰命，竟如此专横霸道起来。我如此求她，她都不肯。
也是可怜了我小娘，连个牌位都。吃饭。可怜官人刚才都没吃2口，官人多吃些吧。官人也莫生气，那个顾侯如今是红人，自然是专横霸道惯了。咱们如今也只有咽下这口气，当官自有造化。官人只要多用些功，日后金榜题名，文官清流，终究是比他顾廷烨厉害。到时候再报这口气。你给我住口！我问你，你和我在玉清观相遇，是你说的偶遇，还是你处心积虑而来？自是上天的安排，前世的姻缘啊！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。实在是偶然遇见。我自打金明池旁遇见你，我心里你若不想说实话，我就亲自去问你的六妹妹。她从小既羡我才情，如今又得了高位，自然是为了挑拨你我。你为何不信我，非要信她啊？我也不信她。我和她在你父亲母亲面前对峙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总有一个说的是实话。大宅院里争宠的事儿多了去了，弄到最后最多被赶出门去。闹出命案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你们母女俩是何其的狠毒！我是为了在玉清观与你相见，可那也是因为心存爱意，只盼一见啊。我自小在盛家，身为庶女，却亦少时过得苦不堪言，只能读些诗书以寄才情。本以为遇见了你，得见良人，可以逃出升天，没想到你竟然听了那些人的疯话，污蔑我和我母亲。早知道，就让我烂死在盛家好了，也不至于换来这伤心一场。官人，你想想，若我母亲是那如此歹毒之人，她怎会一个人孤零零的病死，连个牌位都没得供奉？真的？不真不真，你爱信谁信谁去吧。侯爷、大娘子，顾老太太过来了，正在偏厅吃茶呢。哦，我穿着官服不宜见长辈，换了衣裳就去。那我现在去吧。好。顾老太太身边还跟着一位姑娘，并不像女使的样子，可也不像是亲戚。那她是想再给侯爷做妾？小唐，顾老太太是一个人来的还是2个人来的？哦，她是离了宣宁堂一个人过来的。这秦太夫人，门都不想上，就想搞到家里鸡飞狗跳。大娘子不必担心，凡是有什么事儿，侯爷都是维护大娘子的。是呀，侯爷对我这么好，什么事都替我想着，我更应该让他省点麻烦才是。所谓男婚女嫁，生儿育女，乃人之大伦。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能嫁入我们顾家也是极有福气的了。可是这进门都快1年了，
你这肚子怎么还不见有动静啊？估计是尚且没有缘分吧。之前二哥外室还有个孩子，如今也没了，就空在族谱上了一个名字。哎，我们长房人丁了落，看着伤心。你既然事多不便，我给你找一个人放屋里好了。凤仙啊，上来见过夫人。见过夫人。这是。原本是庄上佃户的女儿，最能制衣做饭，料理一手好汤水，刚好放屋里，给二哥补补身子。公子啊，刚才下面的女使跟我说，看见姑老太太带了一个年轻的小娘子来。瞧这面生没见过，什么模样的小娘子？长得还挺清秀的。把侯爷的官服洗一下。侯爷万福。这是姑老太太送过来的姑娘，姓钱，叫做凤仙。方才钱娘子已经给我家大娘子敬了茶了。她答应了。姑老太太当面说我家大娘子生不出来，还说大娘子把侯爷身边的人都打发了。如今这个再不收，就是煽妒了。他是一口答应的，还是姑老太跟他说了半晌才答应的？姑老太太都说了，大娘子自然只能应了。他倒是答应得快，我听了信儿赶过来，都赶不上他这一盏茶。大娘子都是为了侯爷好。屋里头不缺这盏茶。侯爷息怒。既然大娘子答应了，你就安排她到水仙阁去。别的也就罢了，这凤仙啊就是好生养，找她我算是费了劲儿了。若是能给二哥生个一男半女的，我算对得起我哥哥，对得起祠堂那块丹书铁券。这都是公母的脸面。无论这凤仙姑娘是生哥还是生姐，我跟侯爷都会厚待她的。哟，我都快走了，二哥回来了。我方才在路上遇着了翠微。哦，那就是见过凤仙姑娘了。哟，这么快就叫凤仙，这么亲热了？我已经把她安置到水仙阁去了。水仙阁，这是上好的院子，距离正屋和书房都很近。若侯爷要人伺候，也便捷一些。我嫂嫂秦大娘子说的没错，你这媳妇儿啊，的确是能干的主。姑母这是给我送礼来了吧？自然是送礼。我先父结婚10年，才生了我大哥。我大哥成亲15年，才有了贤姐儿。姑母不给他们送礼，反倒给我这个新婚的人送礼。你大哥身子过不好，你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整个顾家，他们忙不到这头来。姑母当年出嫁，您作为长媳，在婆家日子不好过。若娘家得力些还好，偏偏那个时候，
顾家亏空，险些入狱。行了，陈年往事还提他做什么？情急之下，便找了一个扬州盐商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结亲，被人笑掉了大牙，只怕姑母在婆家日子更不好过，只怕那个时候饭菜淡了些，都要你回娘家取盐吧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深宅大院这些事儿，见得太多，猜都猜不到。姑母啊，你一腔愤怒，全部都倒在我母亲身上。我母亲过世后，您便拿我出气，别以为这些事儿我都忘了。好，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，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。从一开始我就断定你母亲不配做顾氏宗妇，如今你也有出息了。当初我是薄待了你，眼下我也不想沾你的光。可你现在是顾家的主君，总该挑起这副担子来。四房五房落了难，炳哥也被流放，你总该快快病府供养寡母寡嫂才对呀。那夫人，泥瓦匠都要选1个月，这一日一日的拖着，怎么是个事儿？只怕你是听了我继母说的话，才怒气冲冲地冲过来，要给我塞个小妾，好恶心恶心银兰吧？若不是得了你的授意，这小房出身的怎么敢如此？还没病府，他已经派个人来杀我一刀。若病了府，我还有命在吗？不，这事儿怪不得你了。你这是欲加之罪，他秦大娘子杀了你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自然是他儿子袭爵这天大的好处。姑母，你为人耿直，对他深信不疑，难道你从来没怀疑过他会害我吗？害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姑母，从小到大，我真的有如此顽劣吗？每次我闯了祸，他都护着我，替我说话，而我父亲却打我打得更狠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二哥，我知道你性子娇烈，你继母行事的确是过了一点。但是这几10年来，她操持一家上下老小也不容易。你就看在自己父亲的份上，抬抬手吧。倘若他不再耍什么手腕，到此为止了，我自然不会跟他计较个没完。公公，你也帮我劝劝他吧，让他收手吧，别再抓着那些恩怨不放，不然的话，和了府之后，我们没有好日子过，他也好不到哪去。他现在和你媳妇娘家的姨母谈得火热，我的话恐怕他听不进去呀。小夫妻俩把人给留下了，收了。我跟着顾老太太，看到她出门站了好久，凤仙没跟着。这么说，真把人留下？太夫人何必管这个呢？横竖都是好事儿啊。原本想着那边定然不肯收人，只盼着顾老太太和二公子大闹一场生分了，自然就和太夫人走得更近了。现下既然那边收了这个小妾，我们在城人就算多了一双眼睛。
好处又何止是这些？老二既然把人收了，这盛家的姑娘也不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分床的主。这小夫妻俩有的闹了，只要吵呢，就不是铁桶一块儿；只要不是铁桶一块儿，那就踹也踹不开，戳也戳得散。瞧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会不是外头有人了？不是，这是我家里来的信。你家人叫你回家去，给你说了人家，让你求我的恩典呀。嗯。没见识，在这伯爵府里头做女使，比外头富户的姑娘都要强上3分呢。可是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。当初在盛家的时候，林小娘就说半年放了我去嫁人的。可跟了姑娘来伯爵府已将近2年了，我真的再也等不起了。你是我的陪嫁丫头，从盛府一起出来的，没我点头，谁敢放你回去啊？你呀，日后若是听话，同我一条心，我帮你找个读书人嫁了，不比你现在回家去强了100倍。你去找官人来看我吧，就说我病了，头疼得厉害。公子，四姑娘头疼得紧，起不来床，邀请郎中来。他要请，便让他去请吧。不然公子去瞧瞧娘子吧，娘子头疼得厉害。公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公子，你不用怕，我有事儿要问你。我记得当初大娘子在盛家的时候，有2个贴身女使，一个叫陆仲，一个叫云簪。她们俩都是她从小长大的心腹。可出嫁的时候，为什么她没有带上他们2人，却带了你和福龙？这我也不知道，这都是家中大娘子安排的。你若说了，从此以后我等你；你若不说，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大娘子不是不让你出去，你现在出去又有什么好的结果？倒不如跟了我，不说富贵，至少安稳。说吧，他们2个都去哪儿了？听说他们被打死了。为什么？说他们串通了林小娘，投放四姑娘出去和你，事后还将生米做成熟饭，将风声放出去。
大娘子呢？回侯爷是去了水仙阁给钱娘子安置去了。这么晚了不歇着，有什么可安置的？侯爷不知道，这钱娘子只有一个女使和一个包裹，什么物件不都得咱们大娘子去安置啊？她倒是个热心肠。侯爷，侯爷这是生气了。生气？生什么气啊？这床还泼侯爷的吗？傻姑娘，你什么时候见着侯爷不睡主屋了？知道。哎，这侯爷真是一时一脾气啊！替身女使再加一个，杂事厨房要加3个。哟，我说这人去哪儿？原来都在这院里团着呢。侯爷晚安。侯爷来了，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，我让翠微记下，明天去置办。缺些什么，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呢？今晚得在这儿且住住，多用用，多看看，我才能跟大娘子汇报呢。若是都置办好了，哎，不用操心，咱们回去吧。大体都好了，若要是要缺什么，也都是些琐碎物件。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，就当是您和钱娘子的洞房花烛了。侯爷，已经要3更了，安歇了吧？石头，哎，已经3更了，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？啊，正屋那边还没来话。谁问你这个？那个小的也没有听到打更的声音，正屋那边也没来话。大娘子，听说家里3个屋里又多了一个人。3个个的事儿与我何干？听说是3娘子替3哥放的人，说是自己不便了。啊？上次见他还康健着呢，这就生病了。我还没泡完呢。哦，不是生病，是有身孕了。
丹菊，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姑娘，奴婢是觉得，这三大娘子如此，也是无奈之举。可是，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动静，为什么就要替侯爷置办人呢？从来妾室分3种：外头聘的、旁人送的、家里养的。这顾老太太当着面塞人，我就是当个善妒的名声一口拒了，那终究还是侯爷和顾老太太缠斗。侯爷对我实在是千依百顺。如今的朝堂事务繁杂，这事何必让他操心？话虽是这么说，可是，若是姑娘你以后真有了身子，岂不是还要再收？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，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与其弄一些不知道根底儿的人，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。这些年我瞧了，咱们院里都是好的。小桃老实，翠微姐姐管着整个院子，也是老实人。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，愿意伺候侯爷，我觉得还好；若不然，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，我可做不了。也许是我没有容人之量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。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？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。可是，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，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？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，是勉强不来的。他要是心里有别人，我不安排，难道他找不着吗？那若是到时候，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？那咱们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给守住了呀。侯爷，奴婢打水来，您洗把脸，安置了吧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奴婢一直在这儿啊。啊，是奴婢的不是了，天色晚了，奴婢这就退下。愿侯爷花烛美满，多子多福。石头。3更了。3更半，小的方才去瞧了一下，正屋里吹着灯呢。什么？那边说什么了没？不知道啊。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你让小桃那傻姑娘去打听打听啊。她才不傻呢。那你到底打听了没有？正屋里吹了灯呢，我去不太方便。快去！马上。侯爷还没安睡呢。这屋里也没什么话呀。我们家大娘子晚上好得很，还同我吃了蜜福酥奈花，漱了口才安歇的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府里的厨师比外头做的好吃多了。不过，樱桃煎就没有南北铺好吃了。哦，那我明儿上街去南北铺，捎我来这儿吃。
哎，吃，他们两个哪里像是主仆啊？何该是姐妹才是，每日除了吃，还知道什么？侯爷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能吹了灯睡下，我也能吹了灯睡下。闭灯。啊！侯爷，咱是要回去了。丑时末了吧？嗯，刚打了帮嘛。看来我不回去，他是不会过来问一句的了。总因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